会记起赞、搁起订阅，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很明显，我今天就是一个开心的人。大家，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我们想买却又怕受伤害系列。有没有觉得这个系列很久没拍了？为什么又回来呢？因为我最近看到了好事多出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新品，那就是我们的开心果蛋糕。冬天就是需要一点甜点，需要一点好事多的开箱，需要一点想买却又怕受伤害系列。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开箱的甜点其实蛮多的，甜点。我觉得镜头后面大家一阵安静，我是觉得蛮尴尬的。好，然后呢，今天除了开箱甜点之外呢，我觉得好事多最近还出了一个姜母鸭鸭肉的组合，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么样。我们要来开这个是中式辣味饭，因为快过年，你知道吗？这个辣味饭看起来就非常方便，它是284块，1公斤左右。打开看一下还有什么哦，里面呢有腊肠、干肠、蒜苗、青葱、辣椒，那我就送去加热吧。熊熊的脸，对，这垫子刚洗好。哎呦，身为一个穿全白的人，我真的是，哇哦，这个。闻起来就是一个好吃的味道哎，但是由于我本人今天穿的全白，所以呢，我们就是好，你的辣味饭好了，然后也加热完整了。哎，我觉得不愧是过年时期，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喜气，因为过年煮这种辣味饭就是一定就是超搭。我们现在试一下味道，哎，但我要特别讲一下，一共电锅加热跟微波炉加热，为什么微波炉加热不跟我说大概要微波多久呢？不然有时候会抓不准，感觉就会一直打开确认啊。然后因为我们是水水照开，也有出年菜，我们也有这个饭哦，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买看，很划算，很好吃，真的啦。它的饭呢不是那种很有口感 Q 弹那种类型，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碎，而且它调味其实没有到很重，所以你吃的过程中就是有那种干肠跟腊肠加热过程中，它那个汁滴下来的那个香气，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点是它没有那个干肠跟腊肠，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不 OK 的，它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但它这个不会，就那种香气非常的够。我还蛮推荐你，如果自己煮的话，用另外一个碗装，电锅加热完之后起来，外面淋一圈酒，哇，一定超香。是不是？可以当我的午餐便当哎。它那个饭呢，你就算没有吃到那个腊肠跟干肠，那个饭还有那种甜甜咸咸的味道。284块，我会回购哦，因为干肠跟腊肠其实也没有到便宜，你要自己切又要再准备，但其实煮起来不难，可是就是麻烦，就是要懒，有时候就是懒，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很 OK。而且我觉得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的饭，因为它的干肠跟腊肠其实味道也不错，但是那个饭真的是。哦，越咬越香，停不下来。哎，我想要收回刚刚的那个，我觉得它这个它旁边其实好像有试图要给你点锅巴的感觉，可是它口感还不够。这个我丢在铸铁锅，让它有锅巴感，哇，你应该更棒。本来想要懒得自己煮，就越想越多。吃完了这个，我个人会回购，会吧？会吧？是不是？这个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回去试试看，蛮好吃的。下一样，榛果可可夹馅甜甜圈，它的售价是259块。这有几颗？1、2、3、4。第一个是12的吧，4人者16颗，259除以16是多少？1颗16块。而且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他去菲律宾的时候呢，超级喜欢吃他们的传统甜甜圈。然后结果好事多把它还原出来了。我本身真的是热爱榛果，我不知道我刚刚数什么意思的。榛果可可夹馅甜甜圈16 CP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好好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呢？哇，那其实有点像面包感觉。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很推荐气炸看看，我们边吃边丢个几颗去气炸一下好了。我自己觉得
它的甜度其实会有一点跟那个榛果可可的酱互相抢的感觉。这个是属于吃2-3根会觉得非常的疗愈，而且要配热红茶的那种类型，就觉得哇，冬天吃个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再配个热热的无糖红茶，感觉超棒。但里面的可可是好吃的，不是那种就是廉价巧克力的味道。你觉得如何？爆甜，超爆甜，它跟 Krispy Kreme 真的没有输。可是外面的口感是好，就是很软。口感是好的。气炸才3分钟，就默默把它给吃完了。我们的气炸回来了，对，就是差不多剥开的感觉，这不是纯剥。气炸过后味道究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不一定要气炸。我觉得它真的就是适合蚂蚁人。如果你本身不是吃很甜的，尤其是如果你 Krispy Kreme 觉得太甜的人，你可能就是我觉得差不多甜。我觉得它的甜度比我本人还要甜，你就知道它有多甜了。但是它本身味道不会不 OK， 就是面包的口感是好的，然后可可也不是那种便宜的味道。下一个，哎呀，这个黑巧克力椰子卷269块，然后它的热量是143大卡，乘以8.2，重量是265。哇哦，哇哦！我已经闻到那个椰子的味道，然后它再裹上那个巧克力。很刷嘴，很酥脆，很香。这个跟我去泰国会买的伴手礼一模模一样样哎。来这边上一下包装给大家，这是我每一次去泰国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买的伴手礼，非常的好吃。这个跟它的味道几乎一样，但是它这个的味道会再稍微厚一点点，不过一样很酥脆很香，是蛮好吃的，很刷嘴。你就是吃下去的那一瞬间，觉得后面就会越咬越顺，然后就开始狂吃它。所以它的巧克力是苦甜巧克力。这个我会回购。8寸鲜草莓开心果蛋糕，哇，这个我真的超级期待，499块，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开心的感觉，哇，这个绿绿的，很好切，感觉是美国脆莓，美国脆莓啊，一卡生哎，OK 完美，其实闻起来都是草莓的香气。草莓真的很酸啊，我觉得算还不错的开心果蛋糕。我觉得它开心果的味道有点像是我们过年会吃的那种类型开心果的香气。然后呢，因为它中间有放那个草莓酱，所以那个开心果味道其实是会稍微再浓厚实一点点，所以配上那个草莓酱的那种有点酸酸的味道，你就觉得刚刚好中和。它蛋糕体也蛮松软的，因为我之前有吃过非常厉害的开心果蛋糕，我觉得比较起来，我觉得499来说，它已经算是很给过了。而且呢，大家还记得我去加拿大游学吗？我本人的生日呢，我就买了加拿大超市的开心果蛋糕。哇，那个人真的是吃一口，人就去了。我记得不便宜，但是跟这个味道比起来，这才499，差不多一样的大小，我觉得味道好吃非常的多。而且开心果甜点都超贵的，真的8寸499，你觉得如何？好吃哎。而且它蛋糕体是湿润的，它蛋糕体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好事多的蛋糕很容易干跟有一点网槽感，可是它这个还好。大家吃吃看之后，我就开始用我的汤匙吃了。我们家真的超多蛋糕的那个切的，然后跟盘子，因为你每次买蛋糕，它不是会付给你吗？然后我通常买蛋糕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吃。谁也是这样吃的？在下面留言跟我讲，我需要同伴，不然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你要把它吃完。对啊。你为什么一脸觉得很奇怪？不错啊。因为它酸之余呢，它又很脆，所以它酸就变得很直接。好，吃完了这一款8寸新鲜草莓开心果蛋糕，我个人可尝鲜不会回购，因为开心果其实有很多各个不同的国家，它对我来说是属于我觉得还不错的开心果，但不是我的最爱的那种类型。不过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还不错，以它价格来说。好，我们下一款。接下来是我们的泰奶泡芙酒入，我现在有看到酒了，马上就注意到
颜色看起来就是蛮特别的这样子。我多有感觉。大家一起试试看，一人吃一个试试看。互相伤害。我觉得它没有太奶的味道哎，喜兰奶茶的那个茶叶感再稍微低一点点。风味橙吃起来有一种没有可可味道的巧克力的味道，我觉得谢谢。我本人觉得可以不用尝鲜，然后不会回购的类型，默默放下。如果你有不是很喜欢的同事，就可以一人分一颗。那个同事就会觉得我今天一整天的热量应该要花在好吃的东西上面，就浪费在他身上。下一个，接下来呢是我个人非常的期待的，冬天一定要来个姜母鸭吧！姜母鸭肉品组合，它看起来超级厉害。它这个售价是569块，然后它里面有鸭棒腿切块、鸭肠、鸭胗、姜母鸭汤包，我们来加热它。Go！ 这是鸭胗、鸭肠。哦，它这里面还有鸭肉哎，它这姜母鸭的汤包里面还有肉。很香哎！等一下，我们先吃一下原味的，然后吃完再看要不要加米酒下去。哦，你看这个，哎，它肉其实还算是蛮多的哎，你看给的料满满的。哦，姜味是比较温顺那种，感觉可以再加一些米酒下去提香。哇，滚了滚了！哇，冬天的味道。完成了我们的姜母鸭，我刚刚已经先喝过味道了。如果原本不加米酒的味道，我觉得算是比较温润的类型，所以我刚刚又加了一些米酒，看一下，然后究竟煮起来的味道是怎么样。但首先我觉得它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它肉真的超级多，尤其是它里面又有鸭胗、鸭肠。要加米酒，大家买它的时候顺便买米酒。我觉得它算是蛮及格的姜母鸭，但是我觉得它的厚实感有点不太够，所以你加了米酒之后，至少它多了一点点层次上的变化。鸭肉吃起来还 OK， 因为通常鸭肉的油脂比较低一点点，所以会很容易硬硬的。可是我觉得鸭肉它至少没有很干柴、很硬的感觉，就是还保有一点点有弹性的嫩度。大家就冬天可以买一组放在家里面，然后突然想吃的时候就可以煮一个那种姜母鸭火锅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因为你省去买很多材料。因为你通常买姜母鸭的那个冷冻的火锅包啊，你就是还要再另外准备很多料。可是这个其实你就算什么料都没有准备，你单煮起来，它味道其实也还 OK， 再加个米酒哦更棒啊，高丽菜哦更棒啊，再加个豆皮哇完美，你就觉得很棒。整组2.5公斤，鸭肉占1.2公斤。红花，开完太奶的泡芙之后再吃它，完美。被洗掉了。我洗掉，我觉得它洗涤了我的心灵。今天想买秋怕受伤害系列，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最想要吃看哪一个？我个人会回购的呢是干肠腊肠的那个品项，然后椰子巧克力以及这个姜母鸭，整体吃起来我觉得味道还不错，而且很符合它的价格。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想试试看哪个，或是你有吃过哪一个你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我个人比较还好，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感想。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大家想买秋怕受伤害的系列，有期待我开箱哪一个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就先这样子了，拜拜，我继续喝我的汤了。我喜欢土耳其的那个开心果，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各个国家的开心果冰淇淋，4个国家一起吃的时候，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遇到卖类似的开心果冰品，可以买回来试试看。